同学们好，通过上节课的学习，同学们应该都知道什么是同源模件，以及其有些什么功能。那么本节课我们就要开始学习一下同源模件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它的步骤以及每一步中我们需要了解哪些基础知识。同源模件的基本流程大致可以分为6步。第一步是同源蛋白的搜索，第二步是序列的比对，第3步构建蛋白的一个保守区，第4步构建蛋白的可变区loop 区，第5步补全氨基酸侧链，第6步为蛋白质结构的一个综合性的评价。那么首先提一点，那么在这一部分我们将碰到很多理论知识，这些知识虽然晦涩难懂，但却是同源模件的基础。但是同学们不必太害怕，因为这里面大多数知识已经整合在了软件中，大家只需点击鼠标就可以完成初步的同源模件的模型的构建。那么首先看，在第一步同源蛋白的搜索中，我们首先应该知道蛋白质分子是由氨基酸首尾相连缩合而成的共价多肽链。但是天然蛋白质分子并不是走向随机的松散的多肽链，每一种天然蛋白质都有自己特有的空间结构，或称为三维结构。这种三维结构通常被称为蛋白质的一个构象。那么即蛋白质的结构，蛋白质需要通过正确的折叠为一个特定的构型，才能发挥其正常的功能。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寻找2样东西：第一，目标蛋白序列；第二，模板蛋白的结构。目标蛋白序列即为目标蛋白的一级结构，就是蛋白质多肽链中氨基酸残基的排列顺序，也是蛋白质最基本的结构。它是由基因上遗传密码的排序顺序所决定的。而模板蛋白的结构是与目标蛋白的序列具有同源且已知晶体结构的模板蛋白结构。在构建目标蛋白模型之前，我们首先要找出与目标蛋白同源且已知晶体结构的模板蛋白。那本次课程所使用的软件，那么为 CIBO 中间的 Fuge 程序。那么在第2步序列比对中，我们就应该认识到，序列比对就是为了确定2个或多个序列之间的相似性，以至于同源性，而将它们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排列，将2个或者多个序列排列在一起，标明其相似之处。序列中可以加入间隔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gap， 对应的相同或相似的符号，我们排列在同一列上。在核酸中是 ATCG 或者 AUCG， 在蛋白质中则是氨基酸残基的单字母缩写。这一方法常用于研究由共同祖先进化而来的序列，特别是如蛋白质序列或者 DNA 序列等生物序列。在比对中，错配或者突变相应，而空位与插入或缺失对应。值得一提的是，序列比对的统计学检验是评价序列相似性的关键。序列比对实际上是根据特定的数学模型找出序列之间最大匹配残基数，而序列比对数学模型一般是用于描述序列中每一个子字符串之间的匹配情况。那么通过改变某些参数，可以得到不同的对比结果，例如空位阀分子的大小。此外，序列长度差异和字母表复杂度也会影响对比的结果。合理的调节参数会减少空位的数目，得到较好的结果。但是放宽对空位的阀分的限制，理论上任意序列都可以得到某个对比结果。
因此，序列比对的结果并不能作为两者之间一定存在同源关系的依据。常用的序列比对程序通常会给出一些统计值，用来表示结果的可信度。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参数来主观的去评价它们的这一种一致性或者同源性。另外，序列比较时，两个蛋白质具有的性质，那么包括以下几点：一致性，即两个蛋白有一定数量的氨基酸在对比位点上是一致的或者是相同的。相似性，通常在某些位点上的一些氨基酸被另外一些化学物理特性相近的氨基酸所取代，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可称为保守突变。将保守突变的因素考虑在内，就可以定义各种打分方案，对两序列的相似程度进行打分，所得的分值即代表其相似程度。同源性。那么，只有当两个蛋白质在进化关系上具有共同的祖先，我们才可以称为它是同源的蛋白。通过本节所谈到的两个步骤，我们已经知道了目标蛋白的氨基酸序列，以及与其具有同源性的蛋白的三维结构。那么这些信息为我们下一节课的学习奠定了基础。下节课我们将介绍蛋白质保守区域的构建、loop区的构建以及蛋白结构的评价。谢谢大家。